我是坏事做尽的恶毒小师妹。一觉醒来，除我以外的所有人全都重生了，他们不再被我轻易的哄骗，看透我是个伪善的女人。就连曾经视我若珍宝的道侣，也牵起了师姐的手，红着眼忏悔不已。我错了，上辈子我轻信小师妹，害你身死。这辈子我必会杀了她，为你报仇。人人都说我是宗门里最受宠的弟子，我自己也是如此认为的。作为最小的师妹，我容貌娇艳，天资绝佳，全门派从师尊到小师弟都对我偏爱有加，就连被称为修真界第一天才的大师兄符萧都成了我的道侣。可一觉醒来，一切都变了。今日符萧并未等我晨练，这很反常。往常我装扮完出门时，他总在院落外等我，与我携手同去。但这回我独自一人来到晨练地，却见符萧正握着我师姐的手，耐心地教她新的剑式。我的道侣和我的师姐如此亲密，我却并未吵闹，只是微垂眼睫，柔弱地笑了笑。原来你已经到了，我还在院外等了你许久呢。换作过去，符萧一定会忙不迭地向我道歉，主动地解释，而我则会微微地一笑，大度的原谅。男人嘛，温柔小意，总是受用的。可这回符萧却只是抿唇看着我，眼中全无歉疚。今后我都不会再等你了。我愣了愣，他从未用这种语气同我说话。在那刻意收敛的表情中，我几乎看到了愤恨。阿萧，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？我一双澄澈如水的眸子望向他，做出可怜兮兮的样子。这样的表情最容易让符萧心疼。他果然怔了怔，有片刻的恍惚。但当他的目光看向师姐时，又咬咬牙，重新变得冷静漠然。误会？我们结为道侣才是误会。许晨，你告诉我，当初在天禅洞里救我的人，当真是你吗？原来他今日的反常，是因为这个。救他的人的确不是我，而是我的师姐李青兰。若说宗门上下有什么人讨厌我，那大概便是师姐了。上清宗以男修为主，内门弟子中唯有我和师姐是女修。师姐虽木讷少言，天资不足，但毕竟从小长在师门，与师父师兄相处融洽。在我拜入师门前，师姐是万绿丛中的一点红。然而我来了，我是师父从乱葬岗捡回的孤女，好不容易从泥泞里挣扎出来，怎能容许自己回去？为了在宗门站稳脚跟，我比谁都努力。恰好我又有那么一些天资，根骨绝佳，是修仙的好料子。我清楚自己的优势，也懂得利用。修炼时从不懈怠，待人时温柔细致，就连一颦一蹙如何惹人怜爱，也是在无数次对镜练习中校正好的。这份心机也收到了回馈，那些曾经属于师姐的关注，很快地转移到我身上。但这还不够，我要让所有人看见我的存在，在光芒万丈处活着。若是能与宗门里备受瞩目的天才符萧结为道侣，我的修为和地位必能水涨船高。于是我鸠占鹊巢，冒领了师姐的功劳。3年前，符萧中了魔族的埋伏，身受重伤，昏迷不醒。是师姐救了他，将他移到天禅洞中，日夜悉心的照料，甚至在他发冷畏寒时，赤身相贴，帮他回暖。符萧意识模糊，只知救他的是名女子，却无力看清。终于，在符萧即将清醒时，我找到了2人。师姐慌忙地系好衣服，红着脸拜托我，清誉为重，别告诉符萧是我救了他。为了这份清誉，师姐赶在符萧醒来前离去。但我没有走。符萧睁开眼，第一个看见的就是我。他理所当然地把我当成救他的人，许诺绝不负我，而我也没有否认。放在话本里，我这样的角色必然是恶毒女配。就像此刻面对符萧的质问，我依然不肯悔改。救你的人是师姐，但这3年陪在你身边的人是我。符萧，你要因为认错了人就抹消这3年我对你的真心吗？符萧依然阴沉着脸，脸色晦暗不明。反倒是一旁的师姐站出来为我说话。大师兄，你别怪他，是我嘱咐小师妹不要说出去的。她眼神清明，不似作伪。我有些诧异，难道不是师姐后悔了，将3年前的真相告诉了符萧吗？青兰，你就是太心软了。符萧将师姐护到身后，倏然地抽出长剑，指向我的脖颈。青兰，你只知小师妹冒领了你的功劳，但你却不知，若是我今日不拆穿她，她会为了守住秘密，将你推下深不见底的魔渊。我脑中轰隆一声，似有惊雷爆响。符萧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师姐不是好端端地在这里吗？我被她的剑逼得后退2步，猛然地意识到，今日不光符萧反常，所有的师兄都很反常。见我被符萧用剑指着，竟无人上前阻拦，甚至一个个同仇敌忾，愤恨地看着我。可就在昨日，我还是被所有人宠在手心的小师妹。许晨，你是不是很奇怪，我为什么能说出你想做却还没做的事情？符萧朝我步步逼近，字字缓慢却清晰。因为你推青兰入魔渊，并非发生在这辈子，而是上辈子。我的身体震了震，难以置信地望向一众师兄。难道所谓的上辈子，他们都经历过？从前最爱缠着我练剑的2师兄，如今看我的目光却淬着毒。没错，
我们所有师兄弟都重生了，看透了你的蛇蝎心肠。上辈子你为了留住大师兄，将师姐推下魔渊，还骗我们说是师姐不小心摔下去的。这辈子我们必会除掉你，为师姐报仇。”说话间，众师兄列阵布局，如临大敌。他们态度之一致，让我不得不相信重生这个荒诞的事实。只是我真的会为了隐瞒这么一个秘密而杀害师姐吗？我虽不是好人，却也并非无情之辈，自认做不出这种事。可谁信？就算我上辈子真如你们所说，但这辈子我并未对师姐做什么。你们如此待我，公平吗？我抬头看向师姐，如今的她好端端地被符霄护在身后，除了脸色略显惨白，实在好的不能再好。可所有人却叫嚣着让我为她的死买单，何其可笑！符霄却铁了心地要置我于死地，如此未雨绸缪，才可杜绝祸患。起阵，先将他抽骨剖丹，再推下魔渊，也让他尝尝上辈子青兰受过的苦。众师兄将我囚于阵中，可与符霄结为道侣这3年，我修为飞涨，他们控不住我。我凝神破阵，就在阵法被我撕开一条裂缝时，师傅来了。我眼中一热，如同看到希望。师傅，救我！可往常对我百般疼惜的师傅，却以手结印，加强法阵。我的灵力霎时被压制得死死的，再无法动弹。孽徒！师傅失望地看我一眼，只剩下这2个字。而后，我感到体内的仙骨被一寸一寸地拔出，在无比剧烈的痛楚中，我晕了过去。再醒来时，我已身在悬崖边。师傅和符霄领着众人站在我面前，看我的眼神如同看丧家之犬。我提息运气，曾经体内充沛的灵力止于下一片荒芜。他们抽取我的仙骨，剖出我的金丹。如今的我只是废人一个，数年辛苦经营，一招打回原形。可即便这样，他们仍不打算放过我。许晨，不怪我们心狠，实在是你上辈子作孽太多，我们不得已为之。师傅仙衣飘飘，居高临下地对我说。我喉头呕出一口鲜血，也懒得再装了，冷笑地看着眼前这群道貌岸然之辈。且不说你们口中的上辈子是否存在，就算存在，上辈子的孽为何要我今生偿还？依我看，是你们自己心中有鬼。师尊脸色一变，冥顽不灵，将他扔下魔渊吧。我的道侣符霄主动地领下了这一命令。他只抬了抬手，便轻而易举地让我这个废人悬于空中，向悬崖边缘移动。而那悬崖之下是深不见底的魔渊。我闭上眼，如今的我已经没有能力抗衡。慢着，一道清冷的女声突然打破沉默，竟是师姐按住了符霄的手。符霄皱了皱眉，青兰，你莫不是要为许晨求情？你不知晓，他上辈子将你害得有多惨，我们是在为你报仇啊！师姐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只是垂下身侧的手攥紧起来。既然是为我报仇，那不如由我亲自动手。符霄与师傅对视一眼，往后退了一步，算是默许。我从空中跌落，目睹师姐一步步地向我靠近，她的灵力操控着我，逼迫我不断地后退，一直到我退至崖边的一棵梅花树下，再往后一步便是魔渊。就在这时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师姐突然猛冲过来，一把抱住我。冲击的力量让我们一同坠入魔渊，风声在耳边猎猎作响。混乱中，我听见师姐在我耳边轻声地说：“别怕。”漫长的坠落后，我跌入水中，意识昏沉时，一双手从身后抱住我，将我拖上了岸。是师姐救了我。这时我才发现，魔渊纵然深不见底，却有一处深而窄的潭水，给坠落之人留下生机。我想起坠崖前，师姐特意地逼我退到崖边的梅花树下，不由得问：“你早就知道从梅花树的位置跳下来不会死？”没错，师姐轻轻的颔首，上辈子我便是在那里被推下了魔渊，侥幸未死。我心中一颤，当真是我推的你？不是你。师姐眸中笼上一层淡淡的寒霜，是上辈子的符霄，还有师尊和师兄们。这个答案属实在我意料之外。看符霄等人义愤填膺的样子，倒真像是要为师姐伸张正义。他们为何要杀你？我问。师姐微微的一顿，因为我听见了他们的密谋。她缓缓地抬眼，看我的目光充满悲悯。小师妹，自你来师门，便夺走了师父师兄的全部关注。我心中曾经是有怨念的，直到我偷听了他们的谈话，才知晓师门宠你，其实是为了你体内那根1品仙骨。我正在原地。仙骨分为9品，9品仙骨可炼气，8品仙骨可筑基，7品仙骨可结丹。品阶越高，修行越快，境界也越高。若为1品仙骨，极有可能飞升成神。这世道已有3000年未出现飞升者，因而符霄作为仙门第一天才，被寄予了厚望，整个宗门都盼他飞升后师以庇佑。至于我，师门虽对我宠爱有加，却只让我学习粗浅功法，也从未有人告诉我我拥有1品仙骨。因为你是女子，仙道从未有过女子飞升的先例，女修本就稀少，若是这样都能盖过男修一头，对他们来说无异于奇耻大辱。山渊里的风起了微妙的波动，将师姐的话染上寒意。
在师尊师兄眼中，你的作用便是乖乖地用灵体涵养这根一品仙骨，待仙骨成熟，再逼你献出，祝福萧成就大道。师门的其他人也能因此受到荫蔽，而你只不过是一品仙骨的容器罢了。我的心慢慢的冷却，那些过去未能厘清的事，逐渐的变得清晰起来。所以，拂萧当初和我在一起，并不是因为将我当成了你，而是因为我的仙骨。师姐叹息一声，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。男子薄情，怎会因为一次施救就对你情根深种？说到底，还是有利可图。拂萧以为女子不过是他的依附，只要给你一点宠爱，等他需要时，你自然会乖乖地奉上仙骨。我勾起唇，仿佛听到一个天大的笑话。的确，我在拂萧面前向来表现得乖顺温柔。为了满足他的成就感，我习惯了伪装柔弱，将他捧到高处。这其中当然有那么一两分真心，但更多只是因为我要倚仗他，在宗门内站稳脚跟。我很清楚自己要成为怎样的人，强大的、自在的、光芒万丈的。在达成目标的路上，所有的退让和乖巧不过是手段罢了。那么，上辈子的我是如何做的？这个问题让师姐的脸色变得更加凝重，但凝重之中又浮出些许快意。你的仙骨成熟时，拂萧正卡在修炼的瓶颈，难以突破。很自然的，他逼你抽出仙骨，祝他成就大道，否则你便是不够爱他。你当然是不愿的。于是，拂萧联合宗门上下，想置你于死地，再抢仙骨。他们原本以为你这些年只学了粗浅的功法，成不了气候，没想到你早就偷学了那门功法，实力远超预期。之前不过是藏拙罢了。那一日，你不再掩藏实力，血洗师门。然而，你终归不是拂萧的对手。就在他即将斩杀你的那一刻，时空逆转，除你以外，在场的所有人都带着记忆重生了。这一回，他们决定从一开始就夺走你的仙骨，以绝后患。只是他们不知，当时我暗中来到上清宗，也跟着重生了。否则，还不知能不能救下你这一命。明明是被欺骗、被利用的一生，我却听得热血沸腾。原来我竟可以变得如此强大，仅在拂萧之下。怪不得师门一心置我于死地。原来他们不是恨我，而是怕我，怕到即便此时仙骨还不成熟，也不敢留我，急着置我于死地。苦心经营的一切总不算辜负，只是如今想到失去的仙骨和金丹，我的脸色暗淡下来。师姐似乎读出我的心思，轻轻地抚了抚我的发。小师妹，我知道你想问，为何我不在他们抽取你的仙骨前救你？我眉心微动，压下心中沉郁。师姐，我都明白，如今的我们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你能救我一命，已是不易。师姐说，我还以为失去仙骨你会萎靡不振。萎靡是最无用的消耗，只要还活着，便有翻身的余地。我笑了笑，眼下的境况总好过我在乱葬岗苟且求生之时。至少如今还有师姐你帮我。师姐定定地看着我的眼睛，片刻后扬起唇角笑了起来。好，好，好。师姐连说了3个好字，话锋陡然一转。但是小师妹，你猜错了，放任他们抽取你的仙骨，其实是我故意为之。因为只有抽取仙骨，才能让隐藏的魔骨显现出来。师姐直直地对上我的眼神，眸中情绪交缠。你体内真正达到一品的，并非仙骨，而是魔骨。山渊的风摇动着潭水，在水面漾出层层波澜，一如我的心，震颤不止。魔骨，可魔族似乎早在3000年前就被尽数地镇压了。师姐叹了口气，望向那清碧潭水，她看上去依旧清冷淡然，眸中却漾着细细碎碎的光。魔族虽被镇压，但世间魔气不止。你是魔尊留下的魔体，受世间魔气涵养3000年方才出生，但这世道被仙界统治，魔族难以立足，更何况是拥有一品魔骨的你。魔尊便设法将你的魔骨隐藏，再罩上一层仙骨。你若不信，可逆行运气，便知真伪。我犹豫了一瞬，闭上眼，仔细地感受体内的灵力。以仙道之法运气时，体内毫无反应，但当我逆行运气，却有一股异样的力量充沛我的身体。这是一种我从未体会过，却似乎天然契合的感受。这便是魔气吗？我望着手心翻滚的紫黑色气焰，心中澎湃不止。仙骨被抽，就注定再也无法修炼仙法，但这又如何？那般道貌岸然、牺牲女子的仙门术法，不修也罢。我想要的是掌控自己的命运。师姐也笑了，嘲讽而快意。拂萧自以为夺走了你的仙骨，便能拥有你的天资，却不知那仙骨不过是个壳，真正的涵养你修行的，其实是这根隐藏的魔骨。我抬头看向师姐。眼前的他与我认知中的全然不同。从前他修习仙道，正气凛然，将清誉看得极重，可如今竟对世人眼中的邪魔歪道侃侃而谈。我不由得问师姐，上辈子你坠下魔崖后去了哪里？她被勾起往事，怆然一笑。上一世师门污蔑我欺师灭祖，断了我修仙的路，我走投无路，改修了魔道。师姐略微失神，问我
小师妹，你可会因此看轻我？怎么会？我原本就不是什么仙门人士，乱葬岗里摸爬滚打出来的孤女，只是想要活下去，再活得好一些罢了。仙道是道，魔道也是道，凭什么成就大道只能走仙道？我说出了一直以来想说却无处说的心声。仙道自诩正派，却没少做龌龊苟且之事。正邪之分，从不在仙魔，而在于己身。说到底，如今推崇仙道，不过是因为仙门在3000年前的仙魔大战中赢了。若当初赢的是魔族，或许魔族才是今日的正道。师姐的担忧一扫而空，府长笑道：的确，魔道与仙道本质相同，修仙之人未必就比修魔之人良善。至少，魔道不会打着成就大道的幌子，压榨女修的价值。3000年前的那位魔尊，便是一位女修。如此看来，或许魔道更适合我。我张开手，感受着骨骼深处的气息。装小白花实在太累了，偏偏仙门那群男人就爱装这一套，真没意思。我展颜一笑，向师姐伸出手。师姐，如今仙门已没了我们的栖身之所，不如我们一同入魔吧。这世上的道，不该只有仙道一种，广袤天地也该有我们的一席。轰！没等师姐回答，脚下忽然一阵阵战，那魔渊潭水深处似有什么躁动不已，即将冲破而出。师姐眉间染上喜色，封印松动了。算算时间，上一世魔族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时候冲破封印的。我望着越来越剧烈的水纹，胸中似乎激荡起一股力量。这3000年，魔族便是被镇压在这潭水之下。师姐见我眉头紧蹙，安抚道：别怕，等封印被冲破，我们便能离开魔渊了。我却突然笑了起来。怕什么？体内的力量愈发的澎湃，如同感召。我逆行运气，用尽全身之力，骤然地向潭底发出一击。咔！如同天崩地裂的一声，本就松动的封印被撕开一条缝，原本清澈的潭水瞬间被紫黑的魔气填满。峰峦移位，渊谷相叠，破水而出的廊道中飞出了一对人影。那领头的是一名女子，她身着黑红色裙袍，白发红唇，有一种侵略性的美，纵然被封了3000年，依然不失金贵。那是尊上。师姐仰头看向那女子，眼中泪光闪烁，那声音竟是从未有过的阴雅。这位3000年前的魔族尊上，我早有耳闻。他名为月幻，传说中他恶贯满盈，肆意妄为。如今一见，只觉惊艳不可方物。2个仙门打扮的修行者，周身运的却是魔气。有趣。月幻飞跃落地，将我和师姐打量片刻。师姐迎上他的目光，手指激动的微微的发颤，踌躇着问：尊上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月幻眉心微蹙，一脸陌生。师姐便微微的俯身：尊上，上一世是你救了我，让我知道修道还有另一种修法。如今我重活一世，请用魅心术读取我的记忆。魅心术是魔族秘法，可读取人的真实记忆，无法作伪。月幻伸出手，轻点师姐的眉心。短短数息，月幻的神色几次变换，从平静到不甘，从悲哀到释然。待他将手指移开时，眼中已是一片清明。辛苦你了，青兰。上一世我被困后，多亏你为魔族操持。师姐目光盈盈，为了尊上告诉我的那个未来，我愿意。月幻又转向我，细细地打量了一番。你叫许晨，仙门给你取的名字？我自己取的。我说，允许自己如尘埃一般，虽经过无数碾压，却难以战胜，可自由御风，可无处不在。好名字，一匹魔骨在你身上也不算辱没了。月幻弯了弯眉，一双明眸勾魂摄魄，冷厉和美艳2种极端的美在他身上柔和的淋漓尽致。既如此，你们便随我一同回魔族吧。魔族故居，神秘幽暗的洞窟已尘封了太久，但与我想象中不同，这里虽荒芜，却并不阴冷。阳光透过洞窟的缝隙渗入，隐约地可以看出曾经的生机。过去繁荣的魔族，如今只剩下单薄的数千人。呼！月幻施法，为洞窟设下结界，又掐了个法诀。一瞬间，洞窟的石壁幻化成流萤极光，春树暮云，雪山瀑布，梦幻般的场景，是幽暗深处的浪漫。真美啊！师姐的眼睛亮晶晶的，仙门纵然占了最好的地界，也比不上这洞窟的一缕光。我心中好奇，师姐对仙门失望是理所当然，但她为何对魔族如此拥护？是因为月幻吗？她向师姐描摹的那个未来究竟是什么？我跟随魔族众人向深处走，在地下宫殿门外瞧见了一块巨大的石碑。这样的石碑，仙门也有，上面刻着清规戒律，断情绝育。而魔族的石碑上刻的竟全是心愿，那些心愿无关天下大道，皆来自内心的本真。修魔道没有什么戒律吗？我好奇地问。月幻说，戒律没有，但有一条要义，正是自己的欲念。正是欲念，在仙门看来，无欲无求才可成就大道，可追求大道本身就是一种欲念啊！我愣了愣，我一直知晓，我拥有别人认为我不该有的欲望、叛逆和力量，因此我将自己伪装成一朵小白莲，不敢将欲望坦白。
这世道，女子依附男子而活，仙门也是如此。一旦不符合世俗的期待，便会有无数声音蜂拥而至。修道之人也可以表达自己的欲念吗？月换手抚石碑，声音淡定而有力，先修己，再修天下。成天嚷嚷着大道，却连自己的内心都不敢正视，又有什么意义？修魔的第一条要义，就是直面自己的欲念，这是坦然的面对，不是肆意的放纵。先接纳完整的自己，才能自洽自如自在，修得自己的道。仙门引导所有人戒掉欲求，遵规守矩，说到底是害怕地位受到威胁。他们要整个世道都按他们的规则行事，才能稳稳地握住权力。师姐亦对仙门嗤之以鼻，他们不肯承认心中的龌龊，反倒说魔族不知羞耻。可那些欲念，他们难道没有？只是伪装着不说罢了。我想到在乱葬岗苟且求生时，也曾经期盼得到修仙之士的庇佑，可后来却发现仙门并不是弱小之人的庇佑所，而是高高在上之人的保护伞。修仙的门槛如此之高，早就被皇族或世家垄断。就算我这样有天资的人侥幸地入门，也不过是他们修行工具。如今的仙门早已不是人们以为的救赎之地，而是藏污纳垢、几近腐朽，只不过披着一层华贵的外袍罢了。我们希望有一天，修道之士的道是源于内心，是百花齐放。这世上不该只有仙道这一种道，所有修士都应看清欲念，明确所求，才不至于在浑噩中蹉跎一生。月焕说这话时，洞窟里光影静谧，落针可闻，渗入这里的阳光似乎更盛了。是啊，我明明有心机，有野心，有能力，为何这些年伪装纯洁，讨好师门，想要依仗他人往上爬？为何不敢坦白内心的欲念，自己主宰命运？来到魔族的第一夜，我头一次地感受到了自在。在荒芜的家园上，魔族人点燃篝火，载歌载舞；在艰难的境地，也努力地活得生机勃勃，如同一簇簇野蛮生长的火焰，在黑暗的潮湿中飞舞燃烧。风来吹不灭，哪怕只于一点星火，也要肆意地灼烧。月焕坐在一棵枯树上，随手捏了个诀，那枯树便生出芽，开出落英缤纷。师姐拉着我的手，带我融入人群。这是我头一回在她脸上看见如此张扬的笑容。尊上，师姐，我也想去你们描摹的那个未来。我望着火光中那一双双明亮的眼睛，认真道：有一天，修道者不再羞于面对自己的欲望，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要的道，并得到平等的尊重。没有谁生来就要为别人的大道牺牲。那晚火光很暖，月焕和师姐的笑容也很暖，让我误以为未来都是新天新地，却不知那些洞壁幻景、石碑心愿、篝火歌舞，不过是短暂的美好。月焕和师姐早就体会过这条路有多难，而很快的，我也体会到了。冲破3000年的封印，让所有魔修元气大伤，就连月焕也修为大损。一面是百废待兴的基业，一面是亟待休养的身体。可以说，如今的魔族正处于最脆弱的时刻。月焕命所有魔修低调行事，休养生息，但即便如此，也没能躲过仙门的围剿。变故是在一瞬间发生的。那日，月焕正帮出封印的魔修们施法调养，魔窟外的结界突然警报大作。我和师姐本就驻守在不远处，立刻赶去，就这样撞见符霄和众仙门的修士们。你们居然还活着！符霄长身玉立，一脸正气，丝毫看不出抽我仙骨时的贪婪模样。背叛宗门不说，竟还改修了魔道，当真是冥顽不灵，不知悔改。只一句话，就将我们打上叛徒的标签。过往3年的相伴如梦一场，那些温柔小意、琴瑟和鸣，竟全是假装。我冷冷的一笑，悔改？我唯一想悔改的，就是3年前和你这个道貌岸然的小人结为道侣，被你剖丹取骨，污蔑残杀，在场汇聚了多个仙门的精英，闻言不由得色变，胡说八道。符霄站了出来，无论里子黑不黑，正派的表面功夫还是要做。师门不幸，我门派2名女修皆已脱离师门，转修魔道。魔修的挑唆，诸位怎能相信？别忘了，今日我们的任务就是清剿魔族，趁他们虚弱之时一举镇压。他显然不想给我和师姐再开口的机会，话音未落，已催动本命剑，倏然地朝我和师姐飞来。师姐拉着我躲开，那剑弦险地擦过我的胳膊，却拐了个弯，角度刁钻地刺向师姐的心脏。师姐，我凝聚魔气，紫黑色的雾焰击偏了符霄的剑，将锐利的剑气打散。你竟还有修为！符霄脸上闪过一丝狠厉，一挥手，四周便涌出磅礴灵力。我们这才发现，方才符霄攻击我们的当口，众仙门已围成阵法。他们的目的是冲破结界，将魔族的势力扼杀在摇篮中。师姐暗道一声不好，符霄他们有上一世的记忆，知晓魔族的弱点和关卡，怕是更难对付。话音未落，那阵法中的汹涌灵力如同重锤，狠狠地击向魔族的结界。师姐立刻催动魔气护住结界，但她的力量太过单薄，很快的便脸色惨白，吐出一口鲜血。而我握紧双拳，胸腔的跳动愈发的剧烈，魔骨在我体内蠢蠢欲动。
它本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，从前虽隐于暗处，但随着这些日子我精修魔道，魔骨也越来越活跃。它能读懂我的悲愤与不甘，与我沸腾的内心同频共振。我的手掌慢慢地抽出，从身体中抽出了一柄鲜血淋漓的古剑。月幻告诉过我，这才是一品魔骨的真正威力。以古为剑，杀万劫。无边血气凝练，汇聚到了这古剑之上，汹涌的魔气在其上溢散开来。浮萧的脸色登时变了，这是一品魔骨，我并未言声，只感到血骨剑与我心脉相通，赋予我激昂的战意。我毫不犹豫，一剑朝着阵法的中心斩去。仙门的阵法暗了暗，但很快的又重新恢复光芒。我刚转修魔道不久，又怎能与积淀多年的众仙门相比？许晨、李青兰，只要你们迷途知返，将一品魔骨献给仙门，我们可宽待你们二人。浮萧假意的退步，眼中却写满贪婪。师姐咳出一口鲜血，嘲讽道：“浮萧，你挖走小师妹的仙骨还不够，又看上了她的魔骨，当真是贪得无厌。”浮萧一身白衣，如霁月清风般的立于高处，脸上的神情却阴鸷无比。一切为了大道，他说：“我上前与师姐并肩，我的命凭什么要用来成全你的道？”手中的血骨剑再次的劈出。仙道是道，魔道也是道。我的道在于成全自我，不仅是我个人的自我，更是我们群体的自我。所有正当的欲求都该得到平等的尊重，只有我自己才值得我豁出一切。想要掠夺我的栖身之所，便先领受我手中的剑。就凭你们两个刚刚入魔的叛徒，也想抵御仙门？浮萧作为领头之人，指挥众仙门变换阵法，囚徒大阵。先困住这两个叛徒，从下死守，改为生擒。其中的变化当然不是因为曾经那点情分，而是一品魔骨必须在我活着时抽出，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有能量。他是绝不打算放过我了。我神色更冷，再次地催动血骨剑。可实力差距实在悬殊，要对抗众仙门，如蚍蜉撼大树。囚徒大阵，风铺天盖地的灵气从我们头顶上方倾压而下。我和师姐瞬间被一股强大的力量锁住，难以动弹。眼看囚徒大阵就要落下，一道黑红色的身影飞来，催动魔气，将我和师姐推出阵法。是月幻。走。待魔族其他人离开，月幻只来得及留下这句话，便被震天撼地的阵法笼罩。那笼罩的不仅是月幻，更是我们的未来。尊上，我回头想要劈开阵法，却被师姐拉住手腕。她带着哭腔对我说：“不要去，上一世尊上被困，倾尽魔族之力也未能救出。他特意的叮嘱过，如果他再度被囚，先带魔族其他人离开，保留火种。”我握紧了血骨剑，血液滴答落在颤动的剑身上，闪烁出血金色的光。上一世这样的场景便上演过吗？如果注定这一世和上一世相同，那么重来一遍又有何意义？月幻注定要被仙门囚禁，魔族注定要遭仙门覆灭，女修注定成为男修的供养。如果这就是命，那我绝不认命。我偏要试试闯出不同的命运。剑意四起，一道光芒从血骨剑中爆射而出。飞剑绝浮云，诸侯尽西来。拓！一剑之下，天光黯然。仙门众人倏然的跪地，痛苦哀嚎。阵法中心的浮萧吐出一口鲜血，怨毒的目光锁定着我。囚徒大阵摇摇欲坠，差一点，就差一点。我看到囚徒大阵中的月幻深深地看着我，摇了摇头。只差这一点，却是我撑不过的天堑。我拿起剑，蹒跚着想要再搏一把，却精疲力竭，晕倒在地。再醒来时，我已不在魔窟。师姐说，虽然最后我没能救出月幻，却让仙门遭到重创，这给了其余魔修转移的时间。如今我们隐蔽在一座村落中，所有人安全无恙。我听着师姐的话，只觉得浑身无力。我尽力了，却还是做不到。如同上一世，我还是败在了浮萧的剑下。还要用多久，我才能足够强大，强大到能获得自己的所求？一切似乎都太遥远了。小师妹，尊上看过我上一世的记忆，知道他会有被囚禁的一天，因此提前交代过，如果他不在，希望你能暂代魔尊之位。师姐说。我垂下眼，我连救出尊上都做不到，又如何能带领魔族？尊上只是被囚，但没有死，师姐笃定道。而且仙门在短时间内也不会杀掉他。我愣了愣，为何？师姐说，这世上已经3000年没有出现飞升者，世人对修仙问道已产生怀疑，仙门的地位也岌岌可危。凡人不愿再供养仙门，反抗的声音更是此起彼伏。仙门急需一个新神来巩固他们在人界的地位。浮萧作为这一代的第一天才，又是上清宗的首徒，一直被寄予厚望。他不知从哪儿看到个法子，想献祭魔尊，以求天道赋予新神资格。每逢100年，仙门便会迎来天听日。在这天，天道会开启通道，聆听仙门的心声。这是过去飞升成神的修仙者给予仙门的特权。上一世，浮萧也是集结仙门之力，带走了尊上，为的便是在天听日活祭魔尊，
以求飞升。而最近的天听日是在8年以后，我喃喃道：8年以后，这意味着8年内尊上不会有性命之忧。没错，师姐说我们还有时间成长，虽然时间紧张，要在8年内战胜积淀深厚的仙门实在太难。可如今时局动荡，人间本就对求仙问道产生了强烈的质疑，这或许是一个契机。上一世的天听日，我们成功的救出了尊上吗？我问。这一回，师姐沉默了很久。我不知道，她缓缓地说，那一日既是献祭日，也是你仙骨成熟之日。符萧要求你奉上仙骨，但你不愿。他们还未来得及献祭尊上，便全部重生回来了。我顺着他的话问，你也一起重生？未能知晓之后的事，师姐点了点头。我长长地舒出一口气，或许这就是我们重来一世的意义。8年时间，对于修道者来说，的确短暂。我或许不可蚍蜉撼大树，但我们可以。每一点微小的星火汇聚起来，也足以燎原。我们要做的事还有很多。按照过去的惯例，凡人的土地由仙门守护，作为回报，被仙门守护的凡人也应按时的给仙门供养。看似平衡的关系，却逐渐的演化为矛盾。仙门高高在上，将手无缚鸡之力的凡人视作蝼蚁。蝼蚁的生死，又怎会被仙门看在眼里？越来越多的凡人质疑，求仙问道，不过是仙门压榨凡人的借口。3000年未有飞升者，只顾着一次次地搜刮民脂民膏，这样的仙门真的能保护凡人吗？凡人不愿再供养，仙门则强行镇压，爆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反抗潮。凡人渴望拥有选择的权利，但仙门不给他们，而我们魔族可以给。修道之路不该被仙门所垄断。若仙道是高高在上，等级分明，魔道则是众生平等，自在随心。过去3000年，凡人被仙门灌输思想，认为魔是万恶之源。待真正的接触了魔道，他们才体会到仙魔本无正邪之分，只是不同族类的代名词。我遵从月幻的指令，暂代魔尊之位，将起义的凡人纳入麾下，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能够修道，哪怕缺乏天资，也可强身健体，启迪心智。魔修以惊人的速度扩张，我们虽没有仙门天才地宝的涵养，却有着坚韧决绝的意志。表面上看，如今的局面是仙道与魔道的抗衡，实际上是所有人在选择自己的命运。一面是仙门千年难以撼动的权威，另一面是大多数凡人的诉求，各为其利，不可妥协。于是短短8年，已形成燎原之势。越来越多的人不甘于被上层摆布，愿为自己的命运一搏。仙门一次次地以斩奸除恶的名义对魔修进行清剿，但他们在明，我们在暗，不光收效甚微，还多次的误伤凡人。这反倒让魔修的队伍却越来越庞大，逐渐的成为大事。8年的时间，让我们有资格反守为攻。终于在天听日这天，魔修们杀上了上清宗。这场战役的意义早已不再是单纯的解救越患，是广大芸芸众生不愿再做仙门的祭品。既然是天听日，为何天道只听仙门的声音，不听听其他族类的声音？我带领众魔修攻入上清宗，师姐就在我的身侧，仰头看着这座熟悉而陌生的山峰。终于回来了呀！我迎着烈烈风声问她：师姐，你害怕吗？有何害怕？她笑了笑，不过是劈开黑暗，让曙光透进来罢了。我们都明白，此战只能进，不能退。献祭祭台已经搭建，越患被阵法困于祭台之上，浑身血色。他周身气息微弱，却在感应到我们到来时，倏然地睁开了眼。那双眼一如从前，明亮而坚韧，体内的魔骨兴奋地嗡鸣起来。我缓缓地将魔骨从身体中抽出，血骨剑开，血色雾气疯狂地上冲，飞快地笼罩了献祭场，也将所有仙门修士的目光转移到我们身上。许晨、李青兰，你们已叛出师门，竟敢擅闯上清宗！符萧身姿飘然，居高临下的在祭台上斥责。天听日的献祭仪式绝不容许魔族破坏，我压根儿懒得听他狗叫。血骨剑催动到极致，此剑四周无数血色剑影浮现，这剑影千千万万，数不胜数。血骨剑发出锐利金光，在无数剑影的环绕之下，一起朝着阵法中心刺去。紧随其后是魔族修士漫山遍野的冲击。魔修已然成为仙门不可小觑的存在，我们有资格主宰自己的命运。那曾以为固若金汤的囚徒大阵，在魔族的攻击下瞬间破裂，守阵的修仙者纷纷的倒下。符萧被我的剑锋逼得后退数步，惊骇欲绝地看着我。这还是8年以来我们首次正面交锋，一匹魔骨竟有如此强大的威力。早知如此，他按下后半句，眼中流露出阴鸷。当初回来就该将你就地格杀。我不言不语，只再度的挥剑，万道剑影开路，将我带到越患身边。眼看我就能将他带走，却在这时虚空骤然地震碎，阻我成神之路。休想！我侧过头，看到符萧扭曲而张狂的面容，而他的脚下，一个个修仙者被抽干了灵气，匍匐成一片骇人的尸骸。
他竟是修炼了禁术，吞噬同门的灵力，快速地增长自己的修为。那些仰仗着他成神后庇佑的同门，大概死也不会想到，他们也会有被献祭的一天。天道会看见我的能力，我会成为3000年后的第一个新神。拂晓肆虐的大笑，一剑猛地斩出，无边灰色剑气直击我的斜骨。天空被一分为二，我头顶的一半被血色浸染，而拂晓头顶的那一半骤然被灰色笼罩。争，2把剑碰撞的瞬间，我听见了自己胸腔的碎裂声。血骨剑上的血雾如同瞬间蒸发了般溃散开来，露出真正的骨身。这种感觉就好像斜骨剑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一般。拂晓吸纳万千修仙者力量于一体，以无限的逼近成神境界。这一战果然还是要输吗？我想起初到魔窟那一天，缝隙中渗入的一束束阳光，看到祭台之上，岳焕强撑着身体站了起来，仰头面向苍天，听见身后千千万万魔修痛苦挣扎却不肯放弃的声音。不，我不能认输。如今我已不是一个人，我身后还有千千万万为自由而战的魔族修士。天神啊，你听到了吗？我们奋战在这里的理由，我们无处表达的欲念。就算今日失败，将来还会有无数魔道修士前赴后继，为我们搏一个未来，争取平等的路，永不止息。别挣扎了，你们注定会死在我的剑下。拂晓傲慢地说。此时头顶的天空再也不见斜骨剑的血雾，只余下铺天盖地的灰色剑气。拂晓抬起手，向岳焕挥出献祭的最后一剑。献祭吧，让天道看见我斩奸除恶的诚意。刹那间，天光大盛。这光芒并非来自拂晓的剑光，而是天道的神光。神光降临，意味着有人要成神了。拂晓锐利的剑意在神光中消解殆尽，天空的灰色剑气瞬间褪去，万里无云。这是我的神光，我终于要飞升成神了。拂晓兴奋不已，试图迈入神光围成的结界中，却被一股大力弹开，满身狼狈地摔倒在地。而我只是轻轻的一步就跨入了结界。原来这神光是为我而来，怎么可能？自古以来，从未有过女修飞升，更从未有过魔修飞升。拂晓惊恐地睁大眼，挣扎着爬起来，再度地冲向结界。不可能，一定是弄错了。我才是仙门第一天才，天道应该听我的声音才对，但他只是再度的被结界弹开，无法进入分毫。而我，神光包裹住我，以神性的光辉将我滋养。在天道的指引下，我看见了芸芸众生。献祭某一族类，从来不是成神的方式，相反，这会招来天道的谴责。成神修道之路，众生平等，无论是人是仙是魔，都平等拥有飞升的机会。只是仙门垄断了修道之路，关闭了其他族类的通道，甚至将魔族封印了3000年。没有魔族的世界是失衡的世界，而一个失衡的世界，怎么可能诞生是3界平等的神？我曾是人是仙是魔，但我所求的从未改变。我要成为强大的、自在的、光芒万丈的，允许自己做自己，也允许别人做别人，不拘泥世俗的眼光，只关照自己的内心。我做到了，我们都做到了。拂晓，天道听的是众生的声音，而非仙门的声音。你残害同族，践踏一族，应遭天谴。话音刚落，却见拂晓魔怔了一般，红着眼嘶吼：我不信，这些蝼蚁怎配与我平起平坐？你是我的女人，我的附庸，你的一切都该是我的。他面目狰狞，不顾一切地再次朝结界冲来，但这一次却似有一双天道的网将他笼住。结界的神光蚕食着他的躯体和元神，将他彻底的湮灭，连一粒尘埃都未留下。拂晓，这个曾经的仙门第一天才，就这样在天道的惩罚中轻而易举地消失了。在师姐的陪同下，岳焕走下献祭台，没了拂晓的灵力压制，岳焕已不见方才的痛苦神色。他笑着看我，眸中皆是释然之色。我已懂得他的心绪。我看见了，上一世是你在献祭台上，让天道听见了你的声音。我看着岳焕，你许愿重来一次，改变众生不平等的命运。天道答应了，我们才能重生。幸好这回我们没有输。岳焕笑了笑，我们的路是众叛所归，或早或晚，总有赢的一天。不负所托，我郑重道，如今你回来，我将魔族交还给你，将来请继续带领所有人去我们想要的那个未来。小师妹，你要走了吗？师姐望着我周身无法靠近的圣光，含着泪问。师姐，这是顺从我本心的选择。我如此说，她便懂了。心神是你，这一定会成为更好的世界。我含笑地凝望着他们，凝望着千千万万的魔修、仙修、普通人。放心，我会一直在你们身边。我的灵魂经过神光的洗涤，向万物生长。天地有圣意，山水总相逢。而我这一粒尘埃，经过无数碾压，终可自由御风。从此，山川是我，草木是我，潮来潮去，春树暮云亦是我。以尘埃之威，补益山海。以银烛之光增辉日月，这是我自己选择的道，前路浩浩荡荡，万物可期。